为什么观众这么喜欢看逆袭呢？从主观感受来讲，爽；从数据上讲，F1 从1950年到现在的1000多场比赛，从第10名往后夺冠的比赛只有区28场，少。从竞技层面讲，想逆袭得车好人牛逼，有钱靠运气。然而上一站维斯塔潘第17起步夺冠，只能在最低起步顺位最终夺冠的榜单上排在并列第4。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盘点一下这个榜单，回顾一下那些逆袭夺冠的经典比赛。第15位起步夺冠，代表人物阿隆索。虽然进了这个榜单，但头哥赢的这场比赛可是10分甚至9分的不光彩，因为这场比赛是2008年的新加坡站，也就是发生了臭名昭著的撞车门事件那次。这是 F1 第一次来到新加坡，也是 F1 第一次举办夜赛，而这1600盏泛光灯也在1年之后照亮了雷诺的肮脏内幕。想要了解撞车门的来龙去脉，欢迎大家去看我的这期视频，可以点一下稍后再看，先存到列表里。这期视频我们就专注比赛本身。阿隆索在前一年因为把间谍门证据给捅了出去而被迈凯伦解约之后，他在2008年重返雷诺过渡，可当时的雷诺已经没有黄蓝配色那时候的气势了，因为预算缩减等原因，雷诺现在就是个中游车队。新加坡站之前，雷诺已经719天没赢过比赛了，他们很需要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但阿隆索在 Q2 就因为燃油系统故障只能第15发车。暖胎圈，头哥的队友小皮奎特在第23号弯诡异打滑这个地方划重点，一会儿要考。由于新加坡站难超车，当时赛中还可以加油，所以除了前排的快车会2停，中下游车队都会尽量1停，免得开着一台轻油赛车被堵在重油赛车后面，得不偿失。但雷诺却反其道而行之，给阿隆索制定了2停策略，轻装上阵就很令人费解。第12圈，头哥进站1停，然而仅2圈过后，队友小皮奎特诡异上墙，这附近还没有吊车，所以安全车必须出动。当时还有一条奇葩的规则，那就是比赛安全车期间不可以进站，否则就要被罚一个 stop go。所有赛车在安全车身后排好队之后，维修区入口才开放，为的就是减少安全车带来的比赛变数。而小皮奎特撞车的时间点恰好是前排车队1停的窗口，由于阿隆索已经1停过了，所以当安全车结束，前排车队1停完之后，头哥来到了第5。不过他身前的罗斯伯格和库比卡因为实在没油了，而在安全车期间进站需要被罚，剩下的俩人特鲁利和费斯切拉是1停，所以现在实际上是阿隆索在领跑。2停出站以后，头哥稳稳压在库特哈德和汉密尔顿身前，并且凭借赛道难超车的特性把领先保持到了最后。由于小皮奎特撞车的时间和地点都太巧了，大伙不得不怀疑雷诺这是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指使小皮奎特故意撞墙来让阿隆索白捡一次进站。小皮奎特暖胎圈的打滑看起来就像是彩排一样也有可能是先向大伙宣布自己就是菜，请勿过分解读，但苦于当时没有证据。直到1年之后，小皮奎特因为太菜而被雷诺卸磨杀驴，他才把雷诺指使自己故意撞车的事捅出去。小皮奎特丢了席位，雷诺丢了脸，马萨因为这次事故引发的维修区混乱间接丢了世界冠军，只有阿隆索成了唯一受益人。第16位起步夺冠，代表人物舒马赫、杰基·斯图尔特。1995年是舒马赫在贝纳通的第5年，也是最后一年。虽然他在前一年收官战以极其不择手段的方式故意撞向达蒙希尔，拿下了第1个世界冠军，但这一年达蒙希尔可就跟不上舒马赫了。即使舒马赫在第10站匈牙利退赛，但他还是在比利时领先达蒙希尔11分，而当时一场分站冠军只能拿10分。那时候的比赛周末时间安排也和现在有区别，周5和周6各1节练习赛，练习赛后各有1节排位赛，没有淘汰机制，取2节排位赛中的最快圈作为最终的成绩。舒马赫在周5湿地 Q1 取得第2后，却在周6上午的练习赛撞车了，他只能开着一台没修好的赛车参加周6的 Q2。而周6赛道干了，舒马赫的成绩不能说是差强人意，只能算是毫无竞争力。他落后杆位 4.687 秒，第16位发车，创造了自己的最差排位成绩，但达蒙希尔也仅仅排在第8。比赛开始后，除了舒马赫本身牛逼，第3圈就超到了第10之外，他的对手也帮了不少忙。哈基宁第1圈就 spin 了，法拉利车手让阿莱西因为悬挂故障在领跑位置退赛，他的队友约翰尼赫伯特2连 spin， 所以舒马赫在超过艾迪埃尔文之后，他已经来到了第4。接下来的领跑车手库特哈德因为变速箱故障退赛，达蒙希尔和格哈德伯格进站，舒马赫暂时来到第1。你以为格哈德伯格是在用手示雨多大吗？不，他因为电子系统故障退赛了。法拉利1-2发车双车退赛，
第15圈，达蒙希尔进站换上雨胎，而领跑的舒马赫在外面用干胎硬撑，硬是通过不断画龙关门防了达蒙希尔3圈。舒马赫也因为这3圈的防守动作遭到了威廉姆斯的投诉，被禁赛1场，缓刑4场。虽然最终还是被达蒙希尔超过了，但雨又停了，舒马赫又反超了回来。达蒙希尔急匆匆的进站换回干胎，却一不小心超速了，然后雨又开始下了，安全车带了3圈。换好雨胎后，达蒙希尔因为维修区超速被罚 stop go， 舒马赫畅通无阻的领跑到比赛结束。虽然他创造了斯帕赛道最低顺位起步夺冠的记录，但却也有不光彩的地方，唯一毋庸置疑的就是舒马赫的雨战能力。同样从第16位出发，同样充满争议，这次让我们来到1973年南非卡亚拉米赛道，但相比于斯图尔特的逆袭，人们更多记住的还是一场大火和一个奋不顾身解救同伴的身影。当时已经是2冠王的斯图尔特在练习赛因为刹车失灵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于是他坐进了队友弗朗索瓦·塞福特的泰瑞尔006赛车，却只在排位赛取得第16。比赛开始后，斯图尔特在第3圈就超到了第7，而接下来发生了一起足以载入 F1 史册的事故。雷加佐尼的赛车失控撞上麦克海伍德，引发4车连环事故。随后雷加佐尼的赛车燃起熊熊大火，他本人也被撞得不省人事，而那些穿着短袖的马修根本就不敢靠近。海伍德1秒都没多犹豫，就冲上去想把雷加佐尼拽出来，直到火势被控制，雷加佐尼被救了出来，他的赛车服也着火了才跑开。海伍德也因为这一英勇举动获得了乔治勋章。等赛车残骸清理完毕之后，已经是第7圈了，斯图尔特突然从第7来到了第1的位置，并最终领跑到底夺冠。而队友塞福特只开着斯图尔特被连夜修好的赛车，被套了13圈，没有成绩。被斯图尔特超的6个人中，除了超越罗伊特曼和压到碎片爆胎的丹尼休姆完全合理合规，以及老飞地帕尔迪自己认栽了之外，剩下被斯图尔特超的3个人罗尼皮特森、皮特雷弗森和乔迪谢克特都认为斯图尔特是在赛道出示黄旗和白旗的情况下超过的他们。迈凯伦领队泰迪梅尔立刻向赛会举报斯图尔特，但经过多方质询以及深思熟虑之后，赛会觉得严厉训诫一次就够了。2天后，这个训诫也在泰瑞尔车队上诉之后被撤回了。当时的 Motorsport 杂志上写着这么一句话：其他低级别方程式车手和俱乐部车手就别想着能有这种待遇了，你们可不叫杰基斯图尔特。但1973赛季并没有因为这一场比赛而改变走向，斯图尔特的优势很大，提前3站夺冠，下一年他也就要退役了。他的得意弟子，这一站跟自己换车开的，被自己亲自称作接班人的塞福特，在收官战美国之前的一次测试上不幸因事故离世。斯图尔特因为过于悲伤，直接宣布退出自己的告别战，同时也将是他的第100场 F1 大奖赛。斯图尔特爵士所经历的每一次事故，都在一点点坚定他以后投身 F1 安全事业的决心。第17位起步夺冠，代表人物维斯塔潘、皮米、约翰沃森。上一站巴西看的真是老太太钻被窝，给爷整爽了。维斯塔潘先是因为 Q2 被斯图尔事故引发的红旗坑，只排在第12被淘汰，然后又因为超额更换内燃机被罚到第17位。但阿尔本由于排位赛事故车损太严重，无法参加正赛，斯图尔又暖胎圈打滑，陷在沙石地里，维斯塔潘自动上升2位。起步后他就超了3台车，3号弯又超过了3台车，第一圈还没结束就回到了积分区。等到第11圈的时候，维斯塔潘已经来到第6了。勒克莱尔、角田、拉塞尔、诺里斯先后进站之后，维斯塔潘来到了第2。此时红牛审时度势，没让维斯塔潘进站，因此科导引发红旗之后，维斯塔潘白捡了一次进站机会，最终在第43圈超越奥康。然后维斯塔潘越跑越快，刷了17个最快圈，领先奥康将近20秒夺冠。维斯塔潘向上天祈祷，回应自己的是2016年巴西站 Plus Pro Max Ultra Premier Extreme Supreme 的自己。我也算是弥补了8年前因为上高中而没能亲眼见证的遗憾。2005年 F1 还用着一项奇葩的排位赛制度，西班牙站之后2节排位赛被砍成只剩1节，按照上一场比赛的完赛顺序，每位车手倒序轮流出场做成绩。各位吴彦祖们想必已经看出来这种规则的缺点，那就是天气变化。当然没看出来的朋友们一会儿可以看我的这期视频完整回顾一下。比如这场 Kimi 在上一站拿了第2，所以日本站的排位赛他是倒数第2个出场的。可由于当时突然下起了雨， Kimi 只排在第17，舒马赫和已经提前夺冠了的阿隆索排在第14和16。比赛开始后， Kimi 在第一圈的 S 弯就已经超到第13，虽然他在卡西欧三角走大了掉到第14，但卡斯基延也走大了，蒙托亚上墙了， Kimi 得以上到第12。
随后皮佐尼亚冲出赛道，马萨、小维伦纽夫、拉尔夫舒马赫进站一停， Kimi 又在赛道上超过了克莱因，暂时来到第7。在菲斯切拉、巴顿、阿隆索、韦伯和库特哈德都进站一停了之后， Kimi 甚至来到了第2。虽然 Kimi 被困在了舒马赫身后很久，又跟舒马赫同时进站，没能通过策略超车，但他还是 overcut 掉了5个人，来到第6。不过最重要的是，他 overcut 掉了最大的对手，已经提前夺冠的阿隆索。第30圈 Kimi 终于超过了舒马赫，这回换成阿隆索被困在后面了。9圈之后，费斯切拉进站2停，出站后正好在还没2停的 Kimi 屁股后面，而零路一次进站的损失大概是22秒，看起来已经可以总结费斯切拉的赛季第2冠了。然而 Kimi 借着轻油的优势，6圈拉开了费斯切拉10秒多。2停出站后，他 overcut 掉了拉尔夫舒马赫、韦伯和巴顿，来到第2。他的目标也只剩下了费斯切拉。此时比赛还剩8圈， Kimi 一圈比费斯切拉快了 1.2 秒多，并且在比赛还剩3圈时追到了费斯切拉身后。倒数第2圈，费斯切拉展示出了马奇诺防线一样稳固的防守。最后一圈的发车直道上， Kimi 抓住了费斯切拉的把柄，成功完成超越。从第17出发最终夺冠， Kimi 让更多的人相信了，如果不是迈凯伦的稳定性有点差，那么他的世界冠军可能会来得更早。看完了2005年的迈凯伦车手，现在我们来看看1982年的7号迈凯伦车手。这一年 F1 第一次来到底特律，然而周4额外的一节用来熟悉赛道的练习赛，因为关注安全措施以及逃生通道的设计问题被取消，排位赛又下雨了，这让本就不熟悉赛道的迈凯伦车手约翰沃森在排位赛始终无法让轮胎升温，还和飞地帕尔迪车队的齐科塞拉撞了，只能第17发车。比赛开始到第6圈之前，4位在沃森身前发车的车手因为不熟悉赛道上墙白给，帕特雷西的赛车更是着起了火，引发红旗。沃森兵不血刃上到第13，重新发车之后，沃森突然找到了比赛节奏，他在第16圈超过了2台莲花，在下一圈超过了约亨马斯，然后在第25圈之前他又超过了阿尔努、拉菲特和老罗斯伯格的队友德雷克戴利，来到第7。第29圈，沃森超过赛车坏了的普罗斯特，并在下一圈超过了贾科梅利，赶上了争夺亚军的小集团。可沃森的超车秀还没有结束，第33圈，他在同一圈之内先后超越队友尼基劳达、里吉尔马特车队的主场车手艾迪齐佛以及法拉利车队的迪迪埃皮罗尼。上到第2的沃森迅速拉开差距，可此时他距离领跑的老罗斯伯格还有12秒。但沃森却以每圈追近3秒的恐怖速度，在第37圈赶上了老罗斯伯格，并以绝对压倒性的优势把老罗斯伯格碾压了过去，最终夺冠。什么 W11、RB19 还有那个什么 W12 的火箭引擎，那都弱爆了，一圈超仨，快头车3秒，这才是把 AI 难度调到0的真实体验。那个赛季在皮罗尼领跑积分榜却受了重伤，双腿骨折之后，争夺总冠军的就只剩老罗斯伯格和沃森了。而虽然沃森整个赛季赢了2场，却最终输给了只赢了1场的老罗斯伯格。第18位起步夺冠，代表人物巴里切罗。2000年德国站，这是舒马赫的主场比赛，现在他在积分榜上领先库特哈德6分，法拉利则领先迈凯伦4分。在这个争冠的节骨眼上，舒马赫赛车的底盘在练习赛坏了，于是他开走了备用车。然而队友巴里切罗在排位赛出现了电子系统故障，他只能等舒马赫的赛车修好之后开舒马赫的车，本来就是临时调的车，再加上下雨，这让巴里切罗只排在第18。比赛开始之后，舒马赫被哈基宁超越，并且在1号弯就和费斯切拉撞上退赛了。这下如果库特哈德和哈基宁为迈凯伦拿下1、2的话，那法拉利就会在车手、车队2个积分榜上都被迈凯伦反超，需要2号车手发力的时刻到了。加盟法拉利之后一场没赢，只排在积分榜第4的巴里切罗在最关键的时刻站了出来，他第一圈结束就超到了第10。接下来他超过了2台 BAR， 超过了舒马赫的前队友埃尔文，超过了老维萨潘，超过了约翰尼赫伯特，来到第5，而现在仅仅是第5圈而已。此时的巴里切罗在不断刷新最快圈，第12圈巴里切罗超过了德拉罗萨，第15圈他又超过了特鲁利，来到第3。巴里切罗是第一个进站1停的，虽然轻油起步的策略让他被特鲁利和德拉罗萨 overcut 掉了，他距离2台迈凯伦也有差不多25秒。但是第25圈，一位梅奔法国工厂的员工抗议公司裁员，闯入了赛道，引发安全车，所有赛车都趁机进站2停加满油，一口气跑完剩下的20圈。而库特哈德因为和车队沟通失误没进站，直接白给，所以比赛重新开始之后，巴里切罗来到了第3。梅奔离职员工直接坑了客户车队迈凯伦，帮巴里切罗抹平了25秒的差距。
第35圈，一部分赛道开始下雨，哈基宁和特鲁利都进站换半雨胎，而巴里切罗没进，准备豪赌一把，用干胎跑完剩下的比赛。他也赌赢了，领先哈基宁 7.452 秒，拿下职业生涯的首胜。巴里切罗克服了倒数第5发车、赛车不顺手、干胎跑湿地等重重困难，拿下了这百感交集的首胜，为舒马赫和法拉利守住了积分榜的领跑位置。当舒马赫不在的时候，他就是扛起法拉利大旗的那个男人。第19位起步夺冠，代表人物比尔·伍克维奇。相比于前几位，这场比赛不能算得上十分经典吧，只能说是鲜为人知了。F1 最初的10年里，为了增加国际影响力，吸引美国观众，印第500是被算作积分赛的。但当初 F1 扎根在欧洲，所以美国人的反应基本都是哟，臭外地的来美利坚绕圈来了。一看人家老印地不吃这套，再加上物流的原因，后来也就取消了。这场比赛伍克维奇第19出发，基本就是超，进站掉到后面，再超，进站又掉到后面，又超，怎么超到第一来了？我操，我夺冠了！不过呢，这场比赛只有美国人参加，方吉奥、麦克霍索恩和法里纳那些上古大神都没来。由于只是赛季第2站，伍克维奇的积分甚至一下子追平了方吉奥，而这些参加了印第500的美国车手无一例外都只跑了 F1 赛历里的这一站。这下简历里可以写上这一条了，参加过 F1 大奖赛，曾并列领跑积分榜。而伍克维奇虽然只跑了这一场，但他却位列 F1 年终积分榜的第6。第22位起步夺冠，代表人物约翰·沃森。是的，孩子们，我又回来了。1983年美国长滩大奖赛，迈凯伦车队遭遇了双重问题。首先，他们的米其林轮胎在这站的表现完全不如固特异。其次，迈凯伦当时用的还是考斯沃斯的自吸引擎，他们就更没办法利用引擎废热给轮胎升温了。所以，沃森和队友劳达只在排位赛跑了第22和第23，落后杆位的法拉利车手帕特里克·坦贝4秒。但正赛的气温要更高一些，所以迈凯伦可以发挥出他们真正的实力了。沃森开局就超过2台车，但在第4圈被队友劳达超过。不过前排的各种退赛和事故倒帮了他不少，比如老罗斯伯格先是撞上了领跑车手帕特里克·坦贝，导致后者退赛，然后老罗斯伯格的队友拉菲特追了上来撞了他一下，紧接着亚里尔彻底把老罗斯伯格怼了出去，自己也退赛了。比赛进行到第20多圈的时候，劳达和沃森已经悄摸摸地超到了第3和第4。第32圈，沃森把劳达超了回来，但他距离第2的帕特雷西还有20秒。不过不要着急，帕特雷西会自己白给。在尝试超越领跑的拉菲特时，他自己滑了出去，沃森来到第2。仅仅13圈过后，拉菲特就可以在后视镜里看到沃森了，被超得毫无还手之力。就这样，沃森用了仅45圈就从第22追到了第1。然而这就结束了吗？那你可太小看早期街道赛大师的实力了。由于劳达右腿抽筋越来越严重，沃森越跑越远，冲线时他居然领先劳达多达28秒，已经快半分钟了。这是 F1 历史上唯一一次有车手从20名往后的位置出发还能夺冠的。就算通用凯迪拉克要在2026年入场，也很难再去打破了。再保持个40年，我认为都没有问题。看到这儿，弹幕肯定就要问了啊，老耿，那有没有从最后一位出发夺冠的车手呢？最后一位出发确实有可能夺冠，但想要最后一位出发夺冠有点不太可能。不过有暂时掉到最后1名但最终夺冠的，比如2003年澳大利亚站的库特哈德，巴西站的费斯切拉，2011年6艇夺冠的巴顿，2020年萨吉尔站的佩雷兹，2021年因为违意违规被取消排位赛成绩，冲刺赛垫底发车的汉密尔顿，甚至撞车门那场比赛，阿隆索1艇之后都掉到了最后。他们掉到队尾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进站、受罚、撞车，而冲到第1的契机也有很多，比如车快、策略好、车手稳以及对手拉胯。毕竟 F1 不是真实赛车3，我也期待未来能和大家一起见证第1位从队尾出发最终夺冠的 F1 车手。